战国时代，有一位将军，带兵的时候不骑马，不坐车。行军，他跟最下等的士兵一样，背自己的口粮走路。扎营，他睡的地方连张席子都不铺。吃饭，他和士卒吃同一锅饭。有一次，一个小兵大腿上长了毒疰，弄烂到走不了路。这位将军二话不说蹲下去，用嘴替他把脓一口一口吸出来。消息传回那个小兵的家乡，他母亲听完当场就哭了。邻居不懂，将军对你儿子这么好，你哭什么？母亲说，当年他父亲的伤口也是这位将军替他吸的。后来他父亲打起仗来一步都不肯退，死在阵前。现在轮到我儿子了，我不知道他这回会死在哪里。这位将军叫吴起，他一辈子带兵，跟各国诸侯打了76场大仗，全胜64场，其余的打成平手，一场没输过。这种战绩放在整部中国战争史上都近乎不可思议。后世把他和写《孙子兵法》的孙武并称孙吴。他留下的那部兵书被朝廷列进5经7书，成了1000年来武将的必读之作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部教你打硬仗、收军心的《五子兵法》。先说这本书和写书的人。《五子兵法》又叫五子，就题战国吴起所传。吴起是魏国人，早年拜在儒门下读过书，后来一路儒转鲁国、魏国、楚国，是战国前期最能打仗也最敢变法的人物之一。魏文侯看中他的本事，把他派去镇守西河，正面挡住强大的秦国。他在西河经营了20多年，秦兵不敢东进一步。书里他自己算过一笔账，与诸侯大战76，全胜64，其余的也都全身而退。就是这样的战绩，让后人把他和孙武并列，合称孙吴。不过有一件事要先讲清楚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吴起有48篇，可是流传到今天的五子只剩下6篇。图国、料敌、治兵、论将、应变、立事，篇幅很短，内容却极硬。这6篇是不是吴起亲笔，历来一直有争论。有人认为是他的门人后学整理增补而成，也有人认为经过了秦汉以后的加工。我们就诚实地说，这是一部旧题吴起，由后人整理成型的兵书，但他记下来的每一条，确确实实是从沙场上换回来的经验。到了北宋，朝廷编定5经7书，五子就排在孙子后面，成了武将必读的第2本教科书。第一篇叫《图国》，讲的是打仗之前的事。吴起去见魏文侯的那一天就很反骨，他穿着儒生的衣服去跟国君谈兵。他说，一个国家要真的强，必须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。对内把政治、教化、人心整治好，对外把军队、装备、训练练起来。只有一手都会出事。光有文德没有武备，等于把肥肉端到饿狼面前。光有武备没有文德，军队再强也只是一群没有魂的人。接着他把全书最重要的一个字端了出来，和。他说，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，必先和而造大事。真正懂治国的人，要动用他的百姓去做大事，一定先把人心弄齐了再说。怎么算不齐？他分了4层：不和于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君，不可以出臣。国内人心不齐，就不要出兵；军队内部不齐，就不要摆开阵势。再往下，阵势不齐，不要开打；开打了，动作不齐，就赢不了。你注意，这是一个带了一辈子兵的人讲出来的话。他不是在说士气很重要，他是在说人心不齐的时候，出兵这个决定本身就是错的。放到今天，一个团队还在内耗，还在互相甩锅，你就不要急着去抢市场，去搏那张标案。因为对外的每一场仗，其实都是对内那口气的延伸。先把自己人摆平，再去谈赢。图国里还有2段话，2400年后读来还是冷得发寒。第一段，吴起把天下的战争归纳成5个起因：
凡兵之所起者有五：一曰争名，二曰争利，三曰饥饿，四曰内乱，五曰因喜。争名声，争利益，积怨太深，内部大乱，饥荒逼人。你去翻任何一段历史，甚至去看今天的新闻，几乎跳不出这5条。看懂起因，你才知道这场仗到底能不能打，又该怎么收。第2段更狠，他说：天下战国，5胜者祸，4胜者必，3胜者霸，2胜者亡，1胜者地。一个国家连打5场胜仗是灾祸，打4场是疲弊，3场能称霸，2场能称王，只出手1次就把问题解决掉的才配称帝。你没听错，赢得越多越危险，因为每一场胜仗的背后都是钱，是人命，是被一点一点掏烤到的国力。所以他紧接着补了一句：然战胜易，守胜难。打赢一场仗不难，难的是守住这个胜利。多少人创业赢了第1仗就飘了，多少公司靠一款产品爆红，然后死在第2年。吴起早就把答案写在那里。真正的高手不是赢最多次的人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不必再赢的人。第2篇料敌，讲的是怎么看对手。吴起给魏武侯的核心方法只有一句：用兵必审敌虚实而屈其威。用兵一定要先摸清敌人的虚和实，然后往他最危险、最脆弱的那个点打过去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要命。因为多数人看敌人看的是气势，是名声，是吓不吓人，而吴起看的是结构，他的补给线有多长，他的士兵吃饱了吗？他的将领服不服众？他的地形退得回去吗？接着他做了一件非常实务的事，把当时几个大国的兵一个一个拆给你看。秦国的兵性情强悍，作战各自为战，可以用利益笑他们乱了阵脚。齐国的兵阵势看起来厚重，其实不够坚实，可以分开来各个击破。楚国的兵阵列整齐，却耐不住久拖，可以骚扰匹敌。燕国的兵守得住，却不擅长机动，可以逼近之后假退引诱。他甚至列出不必占卜就可以直接开打的8种情况，和一看到就该避开的6种情况。这是一份极其冷静的敌情清单。放到今天，他教你的是，别凭感觉去判断对手强不强，要一项一项拆开来看，看他的现金流，看他的人事，看他的节奏。看清楚了，你才知道那扇门到底该不该退。第3篇治兵，是伍子最实用的一篇。魏武侯问他用兵之道什么最要紧，吴起只回了4个字：以智为胜。智就是秩序，就是纪律，就是这支队伍动起来像不像一个整体。他紧接着补一句：教戒为先。训练和纪律永远排在第1位。他甚至讲得更绝：一支军队如果号令不明，赏罢不信，鸣金了还不停，击鼓了还不进，那就算有100万人又有什么用？然后他给出了一个滚雪球式的训练法：1人学战教成10人，10人学战教成100人，100人再教成1000人，1000人再教成10000人，一层一层往上滚，整支大军就这样练起来了。这是2400年前的种子教官制度，跟今天企业里最有效的内部培训思路一模一样。至于赏罢，他也只有一句：进有重赏，退有重刑，行之以信。往前冲的重赏，往后退的重罢，而且说了就一定算数。你会发现，吴起讲的其实不只是打仗，是管理。一群人能不能成事，从来不看他们当下有多少热血，而看他们有没有一套说到做到的规矩。热血会退，纪律不会。治兵里还有2句话，是我认为整部伍子最值得背下来的。第1句：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，3军之灾，生于狐疑。用兵最大的危害是犹豫，全军最大的灾难
来自主帅的三心二意。吴起看得很透，战场上最可怕的不是决定错了，而是迟迟不做决定。错了还能修正，还能换条路走，全在半空中不动，整支队伍的力气就会在等待里耗光。他知道，一支军队的士气是有保鲜期的，士兵鼓起勇气要往前冲的那一刻，如果上面还在开会，那口气一泄，就再也提不起来了。第二句更冷：凡兵战之场，立师之地，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。战场是躺尸体的地方，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打，反而活得下来；一心只想着求取保命，反而先死。就不是叫你去送死，而是在讲一件很残酷的事。人在半推半就的时候，最容易出事。你把退路想得太完整，动作就会变形。你把万一不行就算了放在心里，那个万一多半就会发生。不管是打仗、创业，还是一场你准备了很久的谈判，真正致命的从来不是对手太强，而是你自己还没下定决心。第4篇论将，讲怎么当一个带兵的人，也是这部书最被低估的一篇。吴起开门见山：夫总文武者，军之将也；简刚柔者，兵之士也。能把文和武统计在一身的人才叫将领，能把刚和柔同时拿捏住的才算真懂用兵。文是判断，是规划，是治人；武是决断，是胆识，是敢往前压；刚是该硬的时候一步不让；柔是该收的时候懂得等。缺了一半就带不动一支队伍。然后他说了一句几乎在打所有人的脸：凡人论将，常观于勇，勇之于将，乃数分之一耳。一般人评价一个将领，眼睛老是盯着他勇不勇敢，可是勇这件事，在一个将领该有的条件里，不过占了几分之一而已。他还补了一刀：一味逞勇的人，一定容易轻率地跟人硬碰，硬碰却算不清利害得失，这样是不行的。这句话隔了2400年依然打人。我们挑主管、挑合伙人、挑领袖，最容易被敢冲这2个字迷住。可是敢冲只是入场券，真正决定成败的是他冷静下来之后还算不算得清那一笔账。那么一个好的将到底该修什么？吴起给了一张清单：将之所慎者5：一曰礼，二曰备，三曰过，四曰戒，五曰约。礼是治众如同治寡，人再多也调度得清清楚楚；备是一出门就当敌人已经在眼前，永远不心存急跳；果是临阵不想住活着回去，该决断就决断；戒是打赢了也像刚开打那样谨慎；约是法令简明，不啰嗦，让所有人一听就懂。你把这5个字换掉军事的外壳，它就是一份任何时代都适用的领导守则：条理、准备、果决、警戒、简约。最后一篇立事，讲的皆是军心。魏武侯问：赏罢严明就够了吗？吴起说：不够。真正的强军是发号布令而人乐闻，兴师动众而人乐战，交兵接任而人乐死。命令一下，人人乐意听；要出兵了，人人乐意打；短兵相接的时候，人人肯拼命。怎么做到？他给国军出了一招：摆一场宴席，把立过大功的人请到最前排，用最好的餐具，功劳次一等的坐中间，没有功劳的坐后面。宴席散了，还派人到门外赏赐他们的父母妻子。人不是被钱买走的，是被我的被看见了这件事点燃的。这也就回到了开场那个画面，他替士兵把弩吸出来，不是作秀，是他真的相信，你要人替你卖命，你得先把他当人。可是讲到这里，我们必须诚实的把另一面也讲出来。吴起这个人争议极大，《史记》里记了几件事。他年轻时为了求取功名，把家产花得精光，被乡里耻笑，一怒之下杀了讥笑他的人出走。母亲过世，他没有回去奔丧。在鲁国的时候，为了取得带兵的资格，他甚至杀了自己齐国出身的妻子。后世说的杀妻求将就是从这里来的。
要说明的是，这些记载出自《史记》的传记，带着浓厚的传奇色彩，也很可能混进了敌对者的抹黑。后世学者对真理一直有争论，我们不替他洗，也不把传闻当成定论，但那份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狠，却是贯穿了他的一生。而历史最后也用同样的狠回敬了他。他晚年到楚国，被楚悼王重用，大刀溃斧的变法，砍掉贵族的特权，裁掉多余的官职，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养兵。楚国一下子强了起来，可他也把整个旧贵族集团得罪光了。楚悼王一死，那群人立刻发动兵变，在灵堂上向他放箭。吴起中箭之后，做了最后一件事，他扑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。乱箭射过来，也一并射中了王的尸体。按照楚国的法律，伤害王尸是灭族的重罪。新王即位以后清算，被处灭的贵族有70多家。这个带兵一生没输过的人，用自己的最后一口气，替自己打赢了最后一仗。20分钟快到了，五子兵法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一课，我想收在那个盒子上。吴起一生打了76场仗，可他把全书的第一篇留给了还没开打之前。先把国内理顺，先把人心收拢，先把规矩立好，然后才谈出不出兵。他一辈子其实只在讲同一件事，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，是在你走上战场之前就已经决定了。所以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，是说给你自己听的。一手练本事，一手修人心。不和不出军，是说给你的团队听的。内部不齐，先别急着对外开战。武胜者祸，是说给你的野心听的。赢太多次的人，往往正是被自己的胜利拖垮的。而犹豫最大，狐疑生灾，是说给此刻的你听的。想清楚了，就别再把自己悬在半空中。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我们离开沙场，走进一间日本中式的小屋，听一位出了家的隐士用200多则短短的随笔写尽人世的无常与趣味，吉田兼好的土染草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，以治为胜，犹豫最大，这3句里哪一句最戳中此刻的你？我们下期见。